待满满。锦绣芳华是否能延续第一部热度？第二部《锦绣芳华》惊喜来袭。电视剧《国色芳华》的开放式结局让观众对第二部《锦绣芳华》充满期待。自从第一部播出以来，这部古装剧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和精致的制作成为了当年的一匹黑马。那么，《锦绣芳华》是否能延续第一部的热度呢？让我们一起回顾《国色芳华》的成功，并展望即将到来的续集。《国色芳华》开放式结局吊足观众胃口。1月22日晚，由杨紫和李现主演的《国色芳华》提前上线了最后几集。这部共32集的古装剧以开放式结局收尾，为第二部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在最后的剧情中，何为芳、杨紫氏与蒋长阳、李现氏表面上成为了夫妻，但这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假婚。为了对抗宁王日益壮大的势力，他们决定联手迷惑敌人。然而，宁王的阴谋逐步升级，逼迫蒋长阳纳妾，让这对假夫妻陷入了巨大的危机。这一结局无疑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猜想：何为芳与蒋长阳的伪装是否会被识破？宁王的势力究竟有多庞大？是否会引发更多的阴谋与反击？这类未解之谜不仅增加了剧集的层次感，更激发了观众对后续情节的强烈好奇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多条感情线在结局中都未完全明朗。例如，郡主李幼珍与刘宋之间的感情变故无疑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李幼珍的嫉妒与黑化让人对她的未来感到复杂，是继续沉沦，还是最终找回初心？这些多线发展的叙事手法不仅丰富了剧情，也让观众在情感上投入更多。此外，剧集的结尾充满张力的氛围也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尤其是何为芳眼神中的坚毅，仿佛传递着他内心的挣扎与觉悟。这种人物塑造的细腻刻画，使得观众在观看时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感同身受的与角色一起经历痛苦与希望。开放式结局是一种高风险但高回报的叙事手段，它成功地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让人对锦绣芳华的到来充满期待。这种手法不仅展现了制作团队的叙事功力，更体现了他们对观众情绪的精准把控。第二部《锦绣芳华》看点满满。制作方透露，《锦绣芳华》共28集，与第一部同时拍摄，目前正处于后期制作阶段。主线剧情更加紧凑。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第二部的主线剧情将更加紧凑且扣人心弦。何为芳和蒋长阳这对伪装夫妻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既要保护彼此，又要对抗强大的宁王势力。在第一部中，他们的感情更多停留在试探与隐忍阶段，而在第二部中，这种关系将进一步加深。剧迷们不禁期待，他们是否会在携手作战中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而关于宁王的阴谋，锦绣芳华无疑将揭开更多细节。宁王不仅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反派，他的角色更像是整个宫廷斗争的催化剂。他的势力范围究竟有多广？他的计划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野心？这些疑问都将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动力。副线角色迎来高光时刻。副线角色的命运同样令人期待。例如，郡主李幼珍的黑化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她的选择不仅影响着刘宋的命运，也可能间接影响主线剧情的走向。观众对李幼珍这一角色的复杂情感，正是来源于她既可恨又可怜的性格刻画。她的嫉妒与仇恨令人叹息，但她的孤独与无助又让人感到心疼。与此同时，玉露和圣意等配角的命运也值得期待。他们代表了被命运捉弄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虽不像主线那样充满波澜壮阔，却以细腻的情感打动人心。在第二部中，他们是否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正义与救赎？这无疑是观众关注的重点之一。画面与音乐更具沉浸感。据悉，锦绣芳华的制作团队在画面设计和音乐创作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为了营造古代宫廷的真实感，剧组不仅前往多个实地取景地，还邀请知名作曲家为全剧量身打造配乐。剧中的音乐将继续以传统乐器为基础，同时融入现代编曲手法，为观众带来更为震撼的视听体验。总之，
无论是紧凑的主线剧情，还是副线角色的深度挖掘，《锦绣芳华》都展现出了超高的潜力。观众期待的不仅仅是剧情的延续，更是一次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国色芳华如何打下坚实基础？数据表现亮眼。国色芳华自开播以来一直热度不减，最高单日播放量突破6100万次。云和数据，在 DataWin 榜单中，该剧以 2.959 的热度值登顶，同时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 7.8 分，收获了一致好评。这样的成绩不仅证明了这部剧本身的优秀制作，也体现了观众对优质古装剧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热度不仅来自于国内观众，海外观众对国色芳华的关注度也在逐步提升。这种文化输出的效果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成功，更是一种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这说明，当一部作品能够以情感打动人心，以质量赢得尊重时，它就可以突破语言与文化的界限。观众对于国色芳华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剧情精彩，更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这种共鸣源于角色的真实感和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当观众在剧中看到何为芳为了母亲复仇的决心，或是蒋长阳为了大义舍身忘我的勇气时，他们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正是这部剧能收获如此高评价的重要原因。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国色芳华的成功不仅局限于数据层面，还成功制造了一个现象级的话题潮流。剧中贯穿全剧的牡丹元素被大量观众讨论，甚至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这说明，当一部影视作品能够精准抓住观众的兴趣点，并将其融入故事主线时，就能够形成长尾效应。观众的购买行为、对剧情的深度解读，甚至延展到相关文化产品的消费，都成为这部剧的成功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国色芳华的开放式结局也成为了各大社交媒体的热议焦点。观众纷纷猜测第二部的剧情走向，甚至有粉丝专门组织了讨论群来交流自己的猜想。这种高度参与感体现了观众对于这部剧的高度投入。正是这种热情，为《锦绣芳华》的推出奠定了坚实的观众基础。演员表现大获好评，杨紫和李现的表演为国色芳华增添了不少亮点。他们不仅成功塑造了剧中的主要角色，还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情感的真实与深刻。杨紫在剧中对何为芳复杂情感的细腻诠释，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坚毅但又不失柔情的女性形象。而李现饰演的蒋长阳，则完美展现了一个心系家国的大义之士的成长过程。这种演员与角色的高度契合，背后离不开两位主演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与刻苦付出。从拍摄细节到情感表达，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作品的责任感和专业度。这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让更多业内人士重新审视他们的实力。观众的期待与呼声，期待更多甜蜜情节。对于许多粉丝而言，第一部中何为芳和蒋长阳的感情线充满了波折。观众们希望在第二部中能够看到更多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以弥补第一部中留下的遗憾。这种期待并非单纯追求感情戏的堆砌，而是希望通过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让角色的关系更加立体化。情感戏之所以打动人心，往往在于其真挚与细腻。观众希望看到何为芳和蒋长阳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相互扶持，如何在艰难抉择中坚定彼此的信任。尤其是那些不经意间流露的情感瞬间，最容易让人铭记于心。正因为观众对角色的深切代入感，他们的期待才显得尤为真诚。期待更深刻的主题。除了感情线，观众也希望《锦绣芳华》能够在第二部中对更深刻的主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已经通过宫廷权谋和家国情怀初步触及了人性与正义的矛盾，而第二部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些探讨。例如，宁王的野心与蒋长阳的大义之间的对抗，既是权力的较量，也是信仰的碰撞。何为芳为了母亲复仇的执念，是否会在大局面前发生动摇？这些问题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断反思，在现实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两难的抉择？
期待更宏大的视觉体验。在古装剧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观众对于《锦绣芳华》的视觉效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第二部能够在画面质感和服化道设计上再上一层楼。例如，通过更加宏大的场景布局，展现宫廷斗争的恢宏气势；通过更加精致的服装设计，突出每个角色的身份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观众的期待并非单纯追求视觉上的震撼，而是希望这种精致的制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剧情。例如，宁王府邸的装饰可以体现他的野心与权力欲望，而何为芳的服饰则可以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转变，展现他心境的变化。这种细节上的用心，往往能够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从剧情的延展性，还是制作班底的实力来看，《锦绣芳华》都有很大的潜力延续国色芳华的辉煌成绩。对于剧迷来说，等待第二部上线的过程虽然漫长，但这一切都将值得期待。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你也对《锦绣芳华》充满期待，请不要忘记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您的看法。同时，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关于这部剧的最新消息和幕后花絮。期待您的评论与支持，我们下期见。